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件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事，一个英国媒体口中被称作最猖獗性掠食者的案件，主角竟然是我们华人圈里的一位精英，一名在英博士生邹正豪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标题，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，那种震惊、愤怒，还有一丝丝难以置信，混杂着巨大的沉重感，真的冲击了我所有关于人性和信任的认知。你想想看，一个高智商的年轻博士，本该是社会栋梁，却摇身一变成了躲在暗处的恶魔，对无辜女性下药迷奸，那手法之冷酷，那心思之歹毒，简直是令人发指。法庭上，法官罗西娜·科蒂奇 KC 女士掷地有声的宣判，字字句句都像一把把尖刀，直插人心的最深处。他称邹正豪是一个极度聪明的年轻人，可这份聪明非但没能照亮他的人生道路，反而成了他编织罪恶罗网的工具。他戴着一副迷人的假面，那面具之下却是一张贪婪而扭曲的性掠食者的真面目。这简直是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，光鲜亮丽的学历和身份竟然能被这样彻底的撕裂，露出里面腐烂的内核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法官在庭上说的特别清晰，这个邹正豪他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有计划、有预谋地将一系列性侵行动付诸实施。他对女性冷酷无情，简直把她们当成了满足自己畸形欲望的性玩具，随手玩弄，肆意摧残。这字眼听起来都让人肝胆俱裂。想想那些受害的姐妹们，她们的生命就像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瞬间洗劫一空，留下的只有满目疮痍和永不磨灭的伤痕。那句话，他说反抗是没有用的，多绝望啊！当求生的欲望被死死按在地上，当尊严被无情践踏，那是一种怎样的灭顶之灾？影片资料里，法庭上有人看哭了，这画面感太强了，能想象到法官和在场的人们是如何被这种极致的恶所震撼、所刺痛。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，他竟然还设了一个收集箱，里面装着受害女性的物品，就好像是狩猎后的战利品。而他甚至拍下了其中9次在受害者无意识状态下的强奸过程，这哪里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？这简直是魔鬼的行径。他对受害者的掌控和支配，那种变态的权力欲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每一次看到这些细节，我都能感受到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脑门。这不单单是身体的侵犯，更是对灵魂的彻底践踏。他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同意，在他的世界里，只有征服和占有。女性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游戏中的棋子，予取予求。伦敦警察厅的督察理查德·麦肯锡说，邹是他们见过的最猖獗的性掠食者之一。这句话的分量重到让人窒息。最初确认身份的受害者有3人，后来挺身而出的女性就达到了24位，而警方还担心受害者可能多达50人。每一次新增的数字都像一把锥子，狠狠地扎在我们心上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罪行，更像是一个阴影，笼罩在许多家庭和心灵之上。其中一位受害者被强迫喝下大量酒精后遭到侵犯。他在受害者影响陈述中写道，那次侵害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，他对人失去了信心，不再信任任何人。他说，以前他不知道人会做出如此罪恶的事情。当他遇到陌生人，那些闪回的画面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。另一位在中国的受害者同样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被侵犯的。他说，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永远刻在了他的灵魂里，他的脸，他的表情，这些他永远也忘不了，永远不会原谅他。这些话像刀刻斧凿一般，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那种痛，那种恨，那种无力感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。这个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安全，更是关于人性的复杂与黑暗。一个高智商、看似成功的年轻人，为什么会走向如此极端？
他那种对同一概念的扭曲理解，那种对女性冷酷无情的利用，究竟是怎样形成的？这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或心理原因？我们不能仅仅将它视为一个个案，而应该从中反思，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，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理解并尊重他人的界限，特别是同意的真正含义。同时，也希望警方能继续深入调查，让更多受害者有勇气站出来，让这个隐藏在阴影里的魔鬼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伦敦都会警察厅的指挥官凯文·索斯沃斯说，邹不能再伤害其他人了，这确实给受害者带来了些许安慰。英国皇家检察署的塞拉派克也强调，他的终身监禁反映了他令人发指的行径，正是那些勇敢的女性，她们的挺身而出，才铸就了今天的正义。她们是真正的英雄，她们的证据就像一把把利剑，最终将这个魔鬼钉在了耻辱柱上。这个事件也让我们看到，无论是身在何处，我们都需要保持警惕，保护好自己。世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，有些恶，它就潜伏在我们身边，伺机而动。所以我由衷希望，所有看到这期视频的朋友们都能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，学会辨别那些隐藏在迷人面具下的危险。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呼吁，为那些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，让他们能从这片废墟中一点点重建起对生活、对人性的信心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